苹果发布 iPhone 15改成了全系 Type-C 的接口，顺便苹果也把 AirPods Pro 2改成了 Type-C 接口。就这样就更新了全新一代的 AirPods Pro 2 Type-C。厨子做事还真是不讲究。不过我这个都是玩笑话认真点咱们来说的话。iOS 17的升级才是对于 AirPods Pro 2最大的内功提升，新增加了全新的自适应噪音控制，以及个性化音量、对话感知和自动降低高音量，这4个功能的组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 AirPods Pro 的更新了。这一更新可忙坏了华强北的耳机大咖们，因为在 iOS 17下，几乎所有的华强北耳机都不能正常使用了。不是说充电接口的事儿不能正常使用，是升级完 iOS 17之后，连接你都连接不了了，各种弹出非正版配件之类的弹窗，烦死了。不过我手中还留着的华强北来说呢，悦虎1562 AE 5代、汇联 H2S Pro 都通过10月中旬的固件，完全兼容了 iOS 17，但却都不支持 iOS 17耳机的最新特性，只能像传统耳机那样使用了。而华强北的老伙计们真的会被这眼前的难题给难住吗？那不可能10月中旬刚刚热乎出炉的悦虎1562 AE 5代 Type-C 版，在原来的悦虎5代基础之上，直接兼容了 iOS 17，并且更换 Type-C 接口，售价不变以及10月中旬刚刚出的汇联 H2S Ultra。相比 H2S Pro 增加了自适应降噪以及所有 iOS 17的全新特性，同时呢也给你升级成了 Type-C 接口，再加上之前汇联就支持的 iCloud 免配对多设备连接，让这个汇联 H2S Ultra 很有看点哦。先说一下我的实际成交价悦虎 C 口5代298块。但这次给包了顺丰，和之前288的闪电口价格基本没有变化。汇联 H2S Ultra 实际成交价338，这可以说是最贵的华强北耳机了开箱，首先是悦虎5代 Type-C， 说明书、耳机本体、贴纸是这样的。这个背后的印刷是 Design by Sway 撕贴纸，这个开盖手感极好和原版几乎一模一样，晃动也不会乱合盖或者乱开盖。接缝极小，这是挂绳孔，荷叶的做工也极好。下面是新的 Pro 2的扬声器，还有全新的 Type-C 接口。这是耳机这个防风网的质量也是极好请注意是极好。耳机柄也不错，耳机套能够拽下来。好，接下来是汇联 H2S Ultra， 这是说明书、耳机本体、数据线 A2C 的耳机套，这都差不多。咱们撕贴纸。看耳机本体，背后印刷竟然是 Design by Apple， 这个开盖竟然没有鸣音这个开盖的手感稍微有点松松垮垮的晃动晃动，偶尔还会合上盖，缝隙也有点大。这是它的挂绳孔，这儿呢改成了 Type-C 接口，这里是荷叶，荷叶也都是金属的但是这个缝隙也很大算是华强北里做工的中上水平吧。咱们再看看耳机。这是耳机防风网，我之前呢测的 H2S Pro， 买来之后这个网就一碰就掉简直就是垃圾这次改了，不错，耳机套也能拽下来了，泄压孔也都有具体的参数咱们看对比表，大家都很熟悉了。如果还不熟悉的，请看我之前的视频，我挑特别的变化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是汇联 H2S Ultra 改成了皮肤传感器，不再是华强北通用的光学传感器了。这带来2个好处：第一，佩戴时候不会再误触了；第二，听耳机睡着了，如果耳机被枕头压着，它也能自动停止播放了。咱们开盖连接，首先说简单的悦虎，因为没什么太多的提升嘛。开盖弹窗，弹窗，默认是不弹窗的需要在 FlyCC 软件里面连接一次之后再开呢，就有弹窗了。连接成功之后，置顶菜单就出现了这个耳机，这里不多介绍了就是1代 AirPods Pro 一样的这个功能，没有 Pro 2的 iOS 17的新特性。但是注意在 iOS 17下，查找功能彻底废了。负一屏电量显示 OK， 下拉菜单长按音量 OK， 没有问题，空间音频没有问题。跟闪电口的悦虎5代1562 AE 除了 C 口之外，
没有任何区别。乐虎对应的 FlyCC 软件功能也都是一样的，不一一说了啊，大家自己看吧。接下来汇联 H2S Ultra 第一次开机，默认有弹窗哦，需要按住按钮连接。连接之后，咱们看设置菜单有了啊，这里还出现了自适应降噪，往下拉3个 iOS 独特的功能对应的也都出来了，都可以打开啊。但是它的查找啊也是不可用的，其他功能全部算是 OK 吧，包括扶一屏电量卡片、长按音量的快捷菜单，都是 OK 的。汇联的这个 APP 叫做 Star Fan， 连接之后功能很少啊，一个是打开或者关闭 Hey Siri， 一个呢是可以打开游戏低延迟的模式，另外呢可以查看耳机的一些基础的设置。汇联因为专门升级了皮肤感应，所以我来佩戴一下给大家试试。你看确实没有任何的误触了，这个非常好。顺便也给大家验证一下它的自适应降噪功能。看我打开自适应，这时候你看我说话，测试，你看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啊，所以这个自适应事实上这是假的。原版的 Pro 2自适应降噪是自动根据外界环境的噪音情况，在降噪和通透这两种极端的模式之间自动的无极的调整的。但是你看啊，如果我打开对话感知，测试，你看到上头没有？它会自动切换了，这个时候自适应就有效了。但是你看，它只会在通透模式和自适应之间转变，但是它却不会开启降噪和关闭，所以它的自适应其实就是自动打开通透模式，这是一个假的自适应，并且它的自适应是要开启对话感知，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一个对话感知功能。汇联其实是在偷换概念啊，它其实就是只做了一个语音感知功能，然后它把它和自适应降噪给它混合在一起了。其实这个耳机就只有感知功能，感知到有人说话就打开通透，说话完毕打开降噪，就这么个事儿。所以汇联的个性化音量、降低高音量也都是假功能摆设啊。iOS 实际带来的 Pro 2的4大功能提升里，其实 H2S Ultra 只能够支持语音感知，但是这也不错了啊。安卓大厂里能做到的都寥寥无几，它这个感知的敏感度啊，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和索尼的1000XM5算是一个水准了。好，咱们再验证一下 iCloud 的连接能力。汇联 H2S Ultra 确实能够和 Apple Watch、Mac 无缝切换，这个非常牛逼，非常牛逼。乐虎5代和其他的任何滑翔北都是不支持的。好了，其他诸如无线充电、Type-C 充电器的兼容性就不一一说了，都很好用就对了。听音环节，咱们开始。月光与我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同行，盛开在黎明。同有爱，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陪你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Talk your fault, but if we can take it, just hang up my call. Please figure it out.
say I can recall? 'Cause I'm that selfish after all. Maybe we won't go back no more. Maybe it's all just alcohol. I'm not saying it's all your fault, but if we can take it, just hang up my call. Please figure it out by yourself. What did you say? I can't recall. 'Cause I'm that selfish after all. 而降噪部分，首先咱们说乐虎，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和变化。就是之前的汇联啊，我测试的时候开启降噪后有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背景噪音呢也非常的大，还有呢出现这个左右耳不平衡的问题。这次的 H2S Ultra 全部解决，没有瑕疵了啊。结论是很意外的，汇联 H2S Ultra， 也就是汇联277芯片的5代 Type-C 版，是我目前用过的所有华强北耳机中最强大的。虽然不像它宣传的跟原版100%相同，但是语音感知这个功能也算是蝎子拉屎独一份了。但做工方面呢，汇联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啊。乐虎这方面就是长项了。还有一点啊，我必须提一句，那就是都328块钱了，还买华强北，这多少有点不符合常理，是吧？